大家好，最近我研究了 SpaceX 的招股书，看得我热血沸腾。今天这期非常重要，我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如何投资 SpaceX， 还有卡 SpaceX 脖子的公司。这些公司既是 AI 数据中心的卖产人，也是 SpaceX 的卖产人，双重增长。未来3年真的是普通人全家翻身的机会，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有 50% 的朋友看我影片没有订阅和点开小铃铛，我都是免费研究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订阅点个赞，这样可以鼓励我继续研究和做影片。先声明，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投资策略可以抄，但是个股你要深入研究，不要追在高点。先分享一下我现在的仓位， 80% 是美股和 ETF， 现在 20% 的现金是我割出来的一部分利润。留着现金的目的就是参与下半年的 SpaceX、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几个重大投资，还有最重要的是防范各种黑天鹅。在股市暴跌的情况下大批进场，收益会是平时的好几倍。新来的朋友看我之前的影片都会知道，今年以来我的黄金、美股这几个波段收益都是非常赞的。这个风险事件我会放在后面讲，先讲一下 SpaceX 的投资计划。SpaceX 预计在6月12日上市，估值2万亿上下。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问这个如何参与 SpaceX IPO， 想感受一下股市的热情。IPO 风险比较大，风浪越大鱼越贵。在美股市场，你想参与一下的话，可以买 NASA 这个 ETF， 里面投了 10% 的 SpaceX 股权，其他是太空股，要长期投太空产业的就配 NASA 是可以的。还有一个 ETF 是 DXYZ， 这个我不太推荐，因为只适合高风险投资人。它有 14.5% 的 SpaceX 股权，波动非常大，几天都可以翻倍，但是溢价也非常高。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买在了山顶。我现在买的一些 SpaceX Pre-IPO 股份，用的是 JASI， 投的不多，主要是为了感受一下通过区块链科技参与大佬们的资本游戏，保持最新的 IPO 信息。最近刚上市特别火的 Cerebras， 说是英伟达第2，在上市之前就可以参见 JASI 的早鸟计划。早期在私募股权预售里，团购价格也只有$100多一股，现在上市涨到了$265，但是现在卖不了，因为原始股东要90到180天的锁定期，这个6个月以后是什么价格，或高或低都有可能，所以 IPO 也是有风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 JASI 上可以直接买 SpaceX、Anthropic 的未上市私募股权，但是要注意，直接买现成的费用比较高。平台费是 5%， 有的热股还有 5%到10% 的超额利润分成，叫做 carried interest。 我一般会选私募股权预售，股权价格和手续费都比较便宜。之前 SpaceX 股权预售平台费只有 1%， 说是7月1日可以按照$770完成交易，现在都$900多了，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能否真的交易成功。我现在也可以直接提出资金，都是可以的。在现在比较火的 Pre-IPO 股票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JASI 里面的 OpenAI、Figure AI、Anthropic、Anduril 等等的 Pre-IPO， 也要看清里面的 Fee 和 Carried Interest。JASI 是团购模式，收到了预计的资金才会去和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所以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我也研究了一下， JASI 是美国正规的初创公司，准入和平台费都是同类里面最低的。 CEO 秦汉在领英都有认证账户，也在 YouTube 有很多采访，想参与 Pre-IPO 的朋友可以多看一下，从中获取一下投资 IPO 的灵感。JASI 免费开户链接我放到资讯栏和置顶留言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接下来参与 SpaceX 的话，就是券商打新，或者是 IPO 当天直接投资 SpaceX。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次 SpaceX 太热了，当天肯定会有超过1倍的涨幅。一般的模式都是1到4周是股价冲高的阶段，然后再到1到2周就开始回调。所以参与 SpaceX 的 IPO 策略，前期是快进快出，等到逐渐下跌企稳的时候再逐步买入，不能一下子 all in。 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个期限，就是90天，90天以后很多的早期的投资者他的股票都解冻了，都可以卖出，所以这个时候股票会上下震荡。长期我是看好的，但是因为短期的估值暴涨，散户冲高，大家买入的点位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而且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特斯拉刚开始的走势，一开始都是暴涨，后来暴跌，但是时间拉长到16年，这个特斯拉就涨了400多倍。如果16年前投$10万，一直持有到现在，就是4000多万美元财富自由。很多人都看不到特斯拉的未来，很早就卖掉了，主要就是没有什么想象力，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特斯拉最大的护城河其实不是电动汽车，而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个我在后面会讲。
所以这个财富自由，你一定要有很大的想象力，要和这个伊隆马斯克一样，为了人类进入宇宙文明、殖民火星而不断的创新。接下来这个重点就来了，除了直接投资 SpaceX， 还可以投资给 SpaceX 持续卖产值的公司卡 SpaceX 脖子的公司，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前期，这些股票会跟着 SpaceX 水涨船高。我看了好几遍招股说明书，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发现的一个机会。在座的朋友都是第一批听我的前沿研究的人。首先 SpaceX 业务分成3块，第一块是火箭发射业务大家现在都看好这个业务，也有很多人看好 SpaceX 的2号竞争者 Rocket Lab 这个发射业务。但是现在发射业务都是投入大收入少。SpaceX 发射业务25年收益是40多亿美元，EBITDA 息税折摊销前的利润只有 6.35 亿，而且第一季度还亏了3个多亿。所以这个发射业务现在是赚的不多。第二个就是低轨卫星互联网业务 Starlink， 2025年收入是 113.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8%， EBITDA 高达 71.68 亿美元，这个是非常大的一块业务。但是相对于第3块业务，这个 Starlink 现在也只能排老2了，而这个第3块业务就是大家都没有看清的这一块大蛋糕。它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业务，很多分析师没有把这个业务放到估值模型里，而它在未来会成为 SpaceX 最大的利润来源，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就是宇宙空间 AI 数据中心。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马斯克的科幻小说PPT 永远不会实现，你听我慢慢讲。最近马斯克在采访中一直都在说他要把 AI 数据中心发送到太空，这样就可以利用太阳能产生无限的能源，而且还可以利用太空零下270多度的温度，非常有效率的给数据中心散热等等的一系列的都讲。美国各种财经节目都找了航天专家接受采访，问这个到底可行吗？而这些专家都说这里面有着巨大的困难，比较不太可能实现。首先告诉你，马斯克一定不懂通信技术，新建会成为一个烂尾工程。他有的我都有我都会我有的他都不会这有什么呢？这个就是市场和马斯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认知鸿沟认知温差。我以前讲过什么是认知温差，这一点在招股说明书里面也讲了，我直接给大家念一下翻译SpaceX 之所以能够实现变革性的技术突破，是因为我们只接受物理学定律作为我们的工作和任务的限制因素。我们的核心方法深植于第一性原理思维，这种思维拒绝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基于经验的规范。我们用于基于物理学的工程和第一性原理思维，从零开始，自下而上设计产品和系统，将事物提炼到最基本的真理，并从那里向上推理。这几段话的意思就是SpaceX 之所以可以实现 NASA 都无法实现的火箭技术，就是因为他们质疑专家常识，拒绝老祖宗就是这么做的这个惯性假设。SpaceX 的所有的技术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设计，一切设计的基础只有一条物理学原理。你不要说这个经验以前是做不到的，这个做不到不是原因，只要符合物理学定理，它就能做出来。所以马斯克要把 SpaceX 飞船的成功，这个星链的成功运用到轨道 AI 数据中心。最近马斯克就发现这个真的是太赚钱了，而且赚钱的速度比 Starlink 还要快。就是因为这个战略的调整， SpaceX 才能迅速在6月上市。这一切的原因就是马斯克突然和 Anthropic 合作， Anthropic 同意租用 SpaceX 的数据中心，也就是 XAI 的数据中心。在 SpaceX 招股说明书中写道，在2029年5月之前， Anthropic 每个月要向 SpaceX 支付高达 12.5 亿美元的费用算下来就是4100万一天，一年150亿，一共450亿。这个收入比 Starlink 再加火箭发射2个业务加起来还多。所以马斯克认为，如果宇宙数据中心可以实现，那它就是未来的绝对收入主力。这个不是幻想，我给大家再念一段招股说明书中的原话。我们已经解决了将通信卫星演进为 AI 计算卫星的许多重大技术障碍。凭借我们在通信卫星的领域领先专长，以及 Starlink 现有技术和运营能力，包括星座规模的卫星管理、自主运行、OTA 软件更新、星间激光通信、
网状网络部署、抗辐射系统设计、专有芯片开发，以及在太空环境中可靠运行计算机的能力。我们已经解决了开发 AI 计算卫星中最困难的部分。大家看啊，这段话真的是非常重要。我看其他的信息源里面都没有提这段话。在风险评估中啊，这个最可怕的就是0到1的技术盲区。这个 X-Space 就是现在告诉大家最难的部分啊，太空组网、抗辐射、大规模卫星调度啊，这种底层的操作系统，这些所谓的那些高明专家在采访中说不可能实现的，马斯克已经在近万颗 Starlink 卫星中跑通了，已经实现了。而未来把这些 Starlink 卫星里面的系统换成了 AI 数据系统，发到天空中、轨道中，这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芯片制造工程量放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可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未来 SpaceX 它的收益来源除了 Starlink 之外，最大的来源将会是轨道 AI 数据中心。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为了提前布局这个板块，我们可以投资什么股票。首先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 Terafab 不是 PPT 啊，一定会实现的。我现在已经开始逐渐买入特斯拉了，看好的就是5年以上的方向，不看短期的波动。机器人、自动汽车、Terafab 都是未来的方向，而且现在机器人现在又火了，马上又会成为新的投资方向。特斯拉的护城河就是制造，机器人制造、汽车制造、Terafab。第二个方向就是这些数据中心发射到太空以后，一定要用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马斯克在2月已经去中国研究太阳能电池板了，但是要做到航空级，而且是美国制造，首选康宁玻璃 JLW。康宁除了和英伟达合作光纤，它的太阳能玻璃多晶硅收入是第1季度增长 80%。之前有抄我投资笔记的朋友，这个康宁玻璃应该是赚到的啊，赚到的朋友请给我留言。中国光伏可能会对康宁玻璃有竞争，但是康宁玻璃是英伟达数据中心 AI 光纤，然后又加光伏，它是双增长。第三个，太空数据中心，每个卫星都要用最快的速度进行传输，他们使用的技术是 FSO 激光通讯。这个激光通讯除了卫星之间通讯啊，地面也需要接受激光信号。这些发射激光的激光器啊，它需要一个材料叫做磷化铟 INP。而卫星的太空太阳能板，它产生的电力需要一个材料才能存到电池里面，这个东西叫做锌化钾 GaAs， 这些都是稀缺的材料，而提供这个材料的公司很少，龙头就是 AXTI。 这个大家看一下，它波动性比较大，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股票。而且要知道这些激光啊，知道这些光通讯需要一个制造中的台积电 TSEM， 这个公司也要关注。最近阿斯麦的 CEO 这个月发表演讲说，SpaceX 将激发下一轮芯片的需求，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芯片。在太空里面需要非常高级的抗辐射芯片，这个就是欧洲的意法半导体 STM， 在美股中也可以买到。它制作的抗辐射芯片专门提供给 SpaceX。英伟达、英特尔、AMD 内存 MU、SNDK 之类的这些品类都是和地面数据中心的需求都是重合的。高端的太空电源芯片组件有 ADI、IFNNY、TXN、德州仪器，这个也需要关注。他们制造的芯片主要是为了保护 CPU、GPU 的，因为他们要几百伏的电源突然打到这个 GPU 里面，必须要把它们控制住。而这几家公司就是产一些芯片控制这个电源的。最近做 CPU 的 ARM 也可以看一下，跌了可以买，但是不要追高。台股呢有专门制造 Starlink 的天线，联发科、MediaTek， 未来手机、汽车、轮船、飞机全部都要加上这个 Starlink 天线。所以联发科、高通、台积电都要看。但是这个芯片有一个风险，我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联发科还有这个内存 MU、SNDK、意法半导体之类的，招股说明书就说特斯拉、Terafab 和 SpaceX 要研发存储芯片和其他整合芯片。所以如果真的 Terafab 研发出来的话，有可能会对这些芯片有一定冲击，但是这可能是在2028年左右开始。Terafab 要从零开始到量产，提高不良率，还有大段的距离，短期不是威胁。现在特斯拉的 Terafab 和英特尔都在合作，而且现在苹果也和英特尔合作，所以英特尔如果跌了也要买。最后给大家讲一下风险，为什么我们手中要保持现金？
主要就是因为伊朗战争导致石油暴涨，美国加息通胀的这个事情还没有消除，这个风险没有结束，随时可能加息。如果真的美联储未来一旦加息，那就会导致黄金跟股票大跌。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可能导致股票大跌的原因，就是 SpaceX、Anthropic 和 OpenAI 融资了数万亿资金，下半年就会抽干股市的流动性，导致下跌。很多机构为了参与 SpaceX 这几个巨头的股票，都要把一些其他的股票卖掉，所以这个时候要砸盘。不管怎么样，大家一定要拿一点资金放在手里，因为下跌就是补仓的机会。而且这个手里也一定要有股票，不能卖，因为这个海峡真的是随时会开放，一旦开放，油价降到80美元，这股市立刻涨到天上去，你追也追不到。所以现在你也可以买股票，就是跌了你就买点，定投，留出资金，等待更好的机会。我现在是留了20%的资金，80%的股票，如果未来股市冲高，我会继续把它们利润兑现出来，争取拿到30%的现金。这些都是我在大跌的时候可以翻倍的资金。我现在是没有任何杠杆，但如果大盘真的是跌了15%、20%的时候，那个时候等到平稳的时候，坏消息出尽的时候，可以激进一点，就像上次战争停火一样这么一进去涨的时候真的是太厉害了。下一期我会讲一下量子计算机的投资和美国参议院的政策研究这里面都是金矿。要发财除了跟着川普、马斯克，还有跟着这个美国参议院。量子昨天是大涨了30%，可惜我们买少了。最近研究了美国参议院的政策后，我好像更有信心了。还有很多板块和股票真的是应该是越跌越买，买个3-5年。我跟大家说这个投资现在真的是首选美国半导体科技公司，这个一定要记住，原因我以后会讲。有什么问题请多多给我留言，我都会看，也会专门做视频给大家回答最有价值的问题。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资讯在其他地方都是收费的，但是如果你喜欢我继续免费给大家分享，请订阅和点赞鼓励我。想研究 IPO 的朋友可以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注册 Jassy。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